同学们好，本堂课学习双推掌，接上式青龙出水。变双推掌，动作一，松右胯，身体微向右转，两拳由拳变掌，双逆缠领手相合，捧于膝盖上方内侧。二，坐胯摆脚，重心还在右腿，蹬右腿，重心左移，合右胯扣右脚脚尖。三，上步领膝，对拉，右斜前方开步，当走后弧，重心右移，两手随身法重心移动，左手顺缠，右手逆缠，领掌折叠相合，跟左步，左脚屈步点地，点于右脚足弓内侧，坐胯对撑下沉，两手双顺缠顺势外。好，再看一次。青龙出水，接双推掌。一，松胯领掌相合。二，坐胯摆脚，两手下捋。三，蹬腿重心左移，合胯扣脚。四，上步领膝。五，对拉开步。六，当走后弧，领手折叠相合。七，跟步放松。八，对撑双顺缠，外蓬下合。好，连起来。一，领手外蓬。二，坐胯摆脚。三，移动重心扣脚尖。四，领膝上提，对拉开步舞。六，领手相合。七，跟步。八，下沉双顺缠，对撑外。好，不同方向咱们看一下。背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侧面。青龙出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背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面跟各位同学讲解青龙出水变双推掌的动作细节。这个当中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像我们金刚岛队转身的那个地方一样，就是坐胯摆脚。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注意一个事情，每一次的转关想要做好坐胯摆脚，是在前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当胯松合。所以这里呢，需要跟大家强调的第一个细节就是两手相合，有很多同学喜欢做成肘关节为中心，让我们的小臂画力圆，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我们要以当胯为螺旋重心的终点，所以我们在运化的过程当中，青龙出水，好，松右胯，身法会产生螺旋放松下沉，胯和肩会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引动下沉的一个过程。所以咱的右手不是靠肘关节来为圆心去画，而是以肩关节进行贯穿引导，螺旋外蓬。那右胯松沉的同时，身法会向右螺旋，所以咱们两个动作连接到一起，右胯的松沉带动右掌领手外蓬，带动左手
领腕逆缠外捧，形成双手的相合于右膝内侧。这是第一个动作细节，大家一定要做出用当胯螺旋为主的动作变化。你看松，哎，劲力和身法一下就出来了。如果用肘关节就出不来，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就是我们刚强调了坐胯摆脚这个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它们两者之间是环环相扣的。如果右胯没有松沉，直接坐胯摆脚，就会将右膝给带的内扣。哎，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右胯的松沉，既是能让我们两手领圆相合，同时也为咱们下一步坐胯摆脚、当胯外捧的这个过程留出了余地。紧接着我们就会通过当胯下沉来摆脚移重心。这个过程老师们也是一样的问题，说哎呦老师，我这个左脚每一次在坐胯摆脚的时候，我的脚尖外摆不到位，所以总是会合到这个脚尖里合的方向。那么在这儿就跟老师们强调了，当胯打不开，就是因为咱们胯的内侧韧带特别紧，所以导致你想开的时候，你只是用了脚在转，胯是没有向外膨开的。你看脚转和胯转完全是两个感觉。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识放在左腿的左胯外膨上，用胯的螺旋带动脚尖向外打开，这样子我们移重心的时候，脚尖才能顺势摆向左斜前方或是正前方的方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重点，把意识稍微放在左胯上一些就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同学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最大的困扰就是右腿这个时候是重心腿，所以你会很累，大部分的意识都在如何抵抗右腿酸沉上。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应该是注重阴阳的调和。右腿是实腿，它已经是沉下去的状态，所以我们能够活动的方位一定是我们的虚腿，意识呢就应该往虚腿上去转化，再领膝上提，这样去转换效果会更好。那同样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到了上步提右膝的时候老是站不稳，甚至会出现重心前倾，重心没到位，我总是想要去摆两手的时候左膝盖是别的。那这个地方就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了，我们上右步注意看这个位置，好，坐胯摆脚重心先到位了，就像咱们直播课程讲的一样，每一次的上步领膝靠的力量并不是都来源于蹬地把腿拿起来，而是利用我们的当胯以及小腹丹田的力量，通过它的收缩相合来把右膝重心好，现在在左腿合胯扣脚，轻点地，领膝上提，主要的核心力点控制腿的用法是在肚子的位置，所以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点。那好，关键的位置来了，就是很多老师说，老师我开右步，我左膝特别憋，而且两手在后领的时候身法一转更难受了。实际上大家没有弄懂太极拳的大螺旋和小螺旋。什么意思呢？当时咱们在最初级的课程当中讲过，就是缠丝。开右步的时候，我们大螺旋是重心的转化，重心转化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蹬哪条腿身体会往哪螺旋。所以两手放在这里以后，不是继续再通过左胯的松沉再向左转，这里呢有很多老师左胯它是合不住的，所以呢它这个力量就会也是一个矛盾，它又合不住，又是想刻意的去让左胯相合，所以咱们得需要去处理一下。我们通过重心的移动，大螺旋，两手同样可以随重心的转化形成向后捋的身法移动。所以这个动作咱们想想，如果把它理解成为进步近身后捋，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更好的去找到身法螺旋时两手后捋和中轴螺旋的这个过程当中，两手和身体的一种配合。要不然我们光靠这儿，你看脚都开了，你移重心的目的是为了近身，但是你光在这儿螺旋，
你始终不往前进，那么你的螺旋就是在折磨自己的胯根和膝关节，对不对？所以开完步之后，当走后弧，重心前行，两手随重心变化顺势后捋，到位了。你看双顺缠折叠，重心在右腿，你看右胯是不是打开了？腰胯一合，带动左腿收步，哎，正好领过来。两手随身法的回重回正，沉肩坠肘放松下颌，两手双立掌微逆缠，指尖朝内侧螺旋，形成了一个到位之后根部相合，沉肩坠肘。推掌的时候不要先推坐屁股，先把肩膀沉下来，因为当胯下沉是要求我们从头到脚去放松，对不对？所以两手合于中线以后，呼气放松下沉，先沉肩坠肘，再次去结合上咱们的当胯折叠，放松下沉相合。那这儿有的老师会问，老师那左脚的虚部吃几分力啊？左脚虚部吃不吃劲儿？实际上这就是老师们担心过多的问题。既然都是虚部了，虚部的作用是干嘛？灵活的调整腿部的运化，灵活的调整步伐的开合，对不对？所以双推掌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一种发力，你再看左脚的虚部是怎么运化的。好，两手当走后弧，顺势后捋，折叠相合，右胯合蹬左腿，对不对？看折叠相合，根部下沉对称按，左脚更像什么？像一个刹车的根部点脚，根部点脚。所以左脚这一瞬间呢，它不是说让我们通过后沉重心把重心压在左腿上，而是左脚通过虚部的灵活步伐点地相合，这样的身法再结合咱们对称下沉的劲力，双推掌就可以做成发力了，做成周身相合的样子。所以大家在这儿一定要注意一下，左脚的虚部不是让我们定到这儿以后后坐产生的，明白了吧？好，这个就是咱们的双推掌。